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经济学谜案。在短短10年里，中国有成千上万所农村学校就这么凭空消失了。这背后可不只是简单的政策调整那么简单，它其实讲的是一个关于地方政府之间为了经济发展暗中较劲的一个特别精彩的故事。来，咱们一起当回侦探，看看能不能把真相给挖出来。好，先来看一个数字，一个绝对让你大吃一惊的数字。从2001年到2011年，就这10年功夫，中国1半以上的农村小学都没了。对，你没听错，是超过50%。这个50%听起来可能还是有点抽象，那咱们把它换算一下，你就能感觉到这有多夸张了。这就意味着，在整整10年里，每一天24小时，每个小时都有超过4所学校的大门被永久的关上了。你想象一下这个速度，这绝对是一个席卷全国的巨大浪潮。这就奇怪了，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解开的核心谜题。你想如果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政策，那为什么执行起来差别这么大呢？为什么就隔着一条看不见的行政边界，两个地方学校的命运会这么天差地别？这背后肯定有事儿。经济学家们也觉得奇怪，他们发现要解开这个谜，关键就藏在2条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关系的国家政策里面。而当这2项政策特别巧合地碰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无意中给咱们创造了一个近乎完美的自然实验场景，让我们能一下子看清楚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好，2条关键线索来了。第一条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济特区，你可以把这些特区想象成一个个巨大的经济磁铁，他们有更高的工资，更多的工作机会，拼命地把全国各地的劳动力往自己这边吸。第2条线索呢，叫做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这个政策最关键的一点是，它给了地方政府新的权利，就是他们可以自己说了算，决定要关掉哪些农村学校，合并哪些农村学校。有了线索，我们现在就去案发场看一看。这里研究人员的设计就特别聪明了，他们找到了一个特别独特的地理环境，正好可以帮我们把关闭学校背后的真实动机给剥离出来。你看这张图这个设计可以说是神来之笔。想象一下，画面中间有一个经济特区，它正好坐落在2个不同城市，咱们叫它们 A 市和 B 市的交界线上。但最关键的是，这个特区本身只归 A 市管。这么一来，在特区周围的这些农村地区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局面。你看，有一部分农村地区，他们跟特区一样，都是归 A 市管的，咱们管他们叫处理组。你记住，他们和特区是一家人。另外一部分呢，虽然地理上也紧挨着这个特区，但他们归 B 市管，咱们管他们叫控制组。关键点来了虽然地理上是邻居，但在行政上，他们和特区所属的 A 市其实是竞争对手。好了，案发擅长我们已经看清楚了，2波嫌疑人也都就位了。那现在咱们就来深挖一下，他们完全不同的行为背后，那个最核心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没错，就是经济利益。这么一来，这2个市长的算盘就完全不一样了。咱们先看 A 市的市长，他会怎么想？特区是我的，旁边的农村也是我的，我的目标当然是整个 A 市的 GDP 最大化。那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当然是把农村的学校关掉，把这些家庭和劳动力推到生产力更高的特区去给我创造价值嘛，这就叫协作。但 B 市的市长呢，他可就不干了，他会想，凭什么我的人，我的税收要跑到你 A 市的特区去？所以他的最佳策略正好相反，想尽办法保住学校，用公共服务把人留下来，这就叫竞争。这事儿最妙的地方就在于，你看左边这个看起来特别抽象的经济学模型，和右边咱们刚刚讨论的真实世界里的地理格局，居然能完美的对应上。这就说明咱们之前的推理方向是对的。如果说刚才咱们聊的经济动机是火种的话，那接下来这个发现简直就是往火上浇了一桶油。研究者发现，官员自己的职业发展极大地放大了这种竞争和协作的效应。这桶汽油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官员的晋升动机。咱们都知道，地方官员想要往上走，什么最关键？经济增长，也就是 GDP。
研究发现，那些56岁以下、职业生涯还有很大上升空间的官员，他们偏经济的动力就特别足。这就带来一个特别惊人的结果：如果 A 市的领导年轻，想晋升，他就会更狠地关学校，把人往特区赶去，创造 GDP。反过来，如果 B 市的领导也有晋升的野心，他就会更坚决地保住学校，绝不让自己的劳动力和税收跑到对手那儿去。好了，理论、动机我们都分析完了，那现在是时候亮出真凭实据了。咱们来看看数据到底是怎么说的，能不能印证咱们之前的推理。首先来看最直接的证据，学校的数量。大家看这张图，代表协作的这根柱子，也就是 A 市这边关闭学校的比例，明显要比代表竞争的 B 市那边高出一大截。高了多少呢？整整15%。这个差距可以说是非常大了。那么学校关了，人是不是真的就像 A 市市长想的那样离开农村了呢？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再看这张图，选择协作的乡镇人口流失比选择竞争的乡镇要多出了7%，这就很清楚地说明关学校这个策略确实起作用了，它真的把劳动力推向了特区。这段话呢，就直接来自研究论文的摘要，他用最精纯的语言，把我们刚刚看到的核心发现给总结了出来。这基本上可以算是咱们这个案子的书面证词了，给我们的分析提供了最权威的学术支持。等等，这里有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你可能也想到了，我们怎么能确定一定是关学校导致人走的呢？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人本来就要走，学校招不到学生了，才被迫关门的呢？这是一个特别合理的疑问，研究人员当然也考虑到了。证据就在这里，而且可以说这就是铁证。数据显示，在那些选择协作的 A 市乡镇里，被关掉的那些学校，平均规模竟然比那些被保留下来的学校还要大，这就完全说不通了嘛。政策的初衷明明是说要合并那些生源不足的小学校，那你为什么要反过来关掉一个更大更健康的学校呢？答案只有一个，这根本就不是为了优化教育资源，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决定。好了，到这里咱们这个案子算是破了，但这个故事的意义其实远远不止于此。咱们跳出这个具体的案例，看看它对于我们理解公共政策和政府行为到底有什么更深远的启发。那么这个故事讲完了，我们能学到什么呢？我觉得有这么几点。第一，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它不是纸上谈兵，它会实实在在地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影响到我们身边的学校、医院。第二，学校这些公共服务，它的功能可能比我们想的要复杂，它不光是为了服务民众，有时候也可能被当成一种工具去实现某些经济目标。第三，一个中央层面的好政策，到了地方可能会因为地方官员的各种动机产生出完全意想不到的效果。最后一点，这个故事揭示了一种叫做财政联邦主义的深层逻辑，也就是地方政府为了自己的钱袋子会展开各种博弈。这种逻辑其实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存在。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这也是这个研究最核心的一个追问：公共服务它到底是为了谁而存在的？它的目的究竟是为了服务于使用它的人，还是说在某些时候它也会变成一只无形的手，一种工具，把人引导到经济发展最需要他们去的地方？这可能就是这项研究所揭示的经济发展背后那复杂而又深刻的一面。好，感谢您的收看。